抗戰時期，蔣介石為什麼要在西藏與四川之間成立一個西康省？這事兒得從晚清說起。英國殖民印度後，一直對西藏垂涎三尺，鴉片戰爭讓英国人看清了大清的虛實，膽子就肥了。恰好在光緒维新那會兒，康有為、谭嗣同竟提議把新疆、西藏賣給英國，換錢還賠款，英國趁機施壓。好在有大臣死扛着，這事兒沒成，可英國不死心，轉手支持达賴武装在西藏搞割据，攻擊清廷官员。到20世紀初，西藏不少地方已經被达赖控制，實際上成了英國的勢力範圍。眼看西藏要丟，川藏官員急得跳腳。1904年，他們向四川总督提議，在西南搞改土歸流，設一個西南三省、学東三省，派總督鎮守，既能防英國人，又能制衡达賴。說白了，就是劃出一塊新地盤，加強管控，武裝自衛。可清廷正焦頭爛額，沒立刻批准。結果第2年巴塘之亂爆發，達賴武裝鬧分裂，清廷費了老鼻子勁兒才平定。經此一亂，清廷終於動了設省的心思，可拖着拖着，清朝就亡了，這事兒不了了之。到了北洋时期，各地军阀各管一攤，西康设省虽然有点進展，但始終没落地。直到抗戰全面爆发，這事兒才被徹底提上日程。這是為什麼？因為形勢逼人，抗戰前2年，沿海大城市接連淪陷，工廠內遷，損失慘重，工業生產幾乎崩盤，財政入不敷出，國民政府退守西南，靠着美國的軍援苦撐，可大後方絕不能出亂子。西藏那邊達賴勢力還在，英國在背後虎視眈眈，萬一後院起火，西南根據地一丟，這仗還怎麼打？所以為了加強西南聯防，防止兩面受敵，民國政府趕緊把西康省給建了起來。蔣介石曾放話，只要雲貴川不丟，抗戰就有希望。這話擺明了就是把西南當持久戰的大本營。可話說回來，西康省這步棋象徵意義大於實際作用。全省成立時人口才200多萬，後來撤銷時也就300多萬，窮得叮當響，全省稅收連省政府都養不起，更別提支援抗戰了。說白了，它就是個備胎防線，擋一擋分裂勢力，讓大後方能喘口氣。等到新中國成立，西南邊境穩定了，達賴武裝也被收拾了，西康省那點特定的歷史使命就算到頭了。1955年，全國人大1屆2次會議決定撤銷西康省，把地盤劃給四川和西藏。類似的例子歷史上不少，就像解放戰爭時遼寧分设遼東、遼西省一樣，暫時應急，打完就撤。從某種角度來說，西康省就是特定年代逼出來的一個臨時建制，仗打完了，西康省自然就撤銷了。